关键时刻，现在全世界的观察家都在注意南韩，注意南韩在尹锡悦做了那个乌龙的决定，做了那个戒严的决定之后，整个韩国会不会野火燎原、遍地烽火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因为现在南韩的执政党已经表态说，他们叫全党一致，全党来力挺尹锡悦，保住尹锡悦的江山。可是，一方面你的执政党要稳住尹锡悦，保住他总统的位置，但另一方面，韩国人火大了，韩国人非常的愤怒。现在有73%的韩国人说，你现在要弹劾尹锡悦，弹劾尹锡悦就是要他下台。另外，6.95%，也就是70%左右的人，他们认为什么？认为尹锡悦你做了这个戒严的决定，就是一个叛国的行为。你想想看哦，你的执政党说我要保护尹锡悦，可是我有70%的认为说你叛国，而这样的一个对抗，这样的一个对决，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火花？而且现在韩国很多重大的工会都讲，只要尹锡悦不下台，他们就要罢工到底。我们知道，韩国是一个非常剽悍的民族，当韩国人进行了罢工、走上街头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冲突对这个国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？而且现在人民为什么那么的愤怒？人民为什么那么的绝望？因为我们看《金融时报》在之前曾经做了一个封面，而这个封面做了什么的头版呢？他说：“难道韩国的经济奇迹已经结束了吗？”因为他们开始爬出说，在2015年，韩国跟中国签订了 FTA 之后，也就是自由贸易协定，本来以为说韩国从此经济会一飞冲天。韩国如果有了中国的市场，它等于是会飞黄腾达。但没有想到，就在它跟中国签订 FTA 之后，整个韩国的国力大幅的消退。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在2015年之后，韩国下滑，台湾追上去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就会讲，本来整个韩国对中国有极大的顺差，就没有想到你签订 FTA 之后，你好的产品被它吸走了，好的产业被它吸走了，接下来你就出现一个可怕的逆差。而现在最新的韩国对中国的逆差，居然到达了300亿美金，所以你现在如果不能离开中国，而且你很多的技术已经落后在全球先进技术之外，甚至你现在也得到了，也没有办法进到了美国的这个市场，所以对于韩国的未来还可以期待吗？那如果一个不能期待的韩国，再加上现在韩国的这些政治人物这样的一个无能，这样的一个乌龙，韩国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呢？好，在这一段里面，航太博士傅老师也加入我们的讨论。傅老师你好。宝姐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辉成，刚才讲的是，这个韩国也太强了吧？现在73%的人，认为说我要弹劾尹锡悦，我有6.95%的人认为说，你现在宣布戒严就是一个叛国的行为。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工会说，你只要尹锡悦不下台，我们就要罢工到底。而这个罢工开始已经出现了，连铁道工都罢工了。尹锡悦说我要顽抗到底，能顽抗吗？那这个顽抗会造成整个韩国的遍地烽火吗？更可怕的是，你都没有想到说，2015年签订 FTA 之后，整个韩国就开始没落了。是宝杰哥，现在那个尹锡悦所掀起的一个戒严之乱，真的是彻底激怒了韩国人。现在开始真的罢工潮遍地烽火。我跟你讲，这罢工潮你不要小看，因为现在先站出来喊的这个罢工是全国民主劳动组合的一个总联盟。这总联盟在韩国的会员120万。这120万的这个罢工，他讲说什么？他说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跟人民站在一起。他说我们现在宣布，如果你尹锡悦你不下台，你就要被弹劾。我们人民绝对不会放弃，我们的这个罢工绝对会坚持到最后一刻，坚持到你下台那一刻。所以，在韩国人就是要尹锡悦下台。对，另外一个这是第一个开始打响第一炮，另外一个谁跟着接近？铁道工会总共这个人也大概有4万多人，他们也宣布说，我们跟进，我们一样声援，我们也是以罢工的方式来要求尹锡悦下台。再来，我跟你讲，最惊人的是什么？现在连现代汽车也有4万多的一个相关的劳工，就现代汽车里面的这个工会的一个主席，他跳出来讲，他说我们从现在12月5号开始，一天只工作4小时，而从12月11号开始，我们要全面声援刚提到的民主劳总，一样进行全面性的罢工。所以你知道这个劳工之火彻底的真的是烽火连天，就是要把尹锡悦给轰下台。所以现在整个人民跟尹锡悦之间已经没得谈了吗？非要把尹锡悦弄下台吗？可是现在
尹锡悦的执政党又说我们要团结起来保护尹锡悦，那不叫双方对干了吗？是，看起来是双方对干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为什么韩国人民的这一把火，尤其是韩国劳共这一把火会烧得如此炽烈？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过去这2任，从文在寅到尹锡悦的这2任的期间，他们经济政策都是干嘛？都是跟中国这个经济其实嘎屌屌。对，虽然这个尹锡悦本身他的立场并没有那么亲中，可是他在经济政策上他提不出方案，他离不开中国，他离不开中国，所以你就会发现，从2015年就是韩国跟中国签了 FTA 之后，本来以为大喜事啊，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的石化产品跟中国运到中国去，没有关税，654321%关税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可以吃进中国14亿的人口，甚至我们还把相关的产品到中国去设厂，污染留给中国，我们一直在赚饱饱钱。本来是这样设想的，没有想到当你的钢铁厂去了，当你的造船厂去了，当你的这一些那个石化厂都去的情况之下，你的这些所有关键技术也全部都被中国学去了，所以他们就复制再复制，到最后你知道吗？石化产品人家我昨天也讲过了，就是变成是要有1000万公吨的乙烯把你从中国打出去，甚至要吃掉你韩国其他海外市场。最可怕的是，连你的钢铁，浦项钢铁多强啊！浦项钢铁之前在中国也有2、3个厂，到去年全部都卖光光。因为真的没有办法跟他们中国的钢铁厂竞争。连浦项钢铁厂，我们已经听到了，在钢铁业里面，如泰山北斗的这个浦项钢铁厂，现在也要卖厂求生存。是，现代汽车在中国原本也有市场，现在也几乎都卖掉，所以你就知道，本来2015年觉得 FTA 一签之后，我们要到中国跟中国一起这边打拼打天下，后来发现你就陷入了中国养套杀的这个剧本，所以到最后真的，所以为什么韩国人很生气，韩国劳工很生气？你把工厂设去那边，我们就没有工作机会。结果你现在被人家吃干抹净之后，你回来就整个经济这样子疲累了，所以他们就想说到这个时间点就要跟你算总账。另外一个，所以刚刚算总账，我们在这正面面说，现在有73.6%的人认为说，你尹锡悦我要把你弹劾，有69.5%的人，69.5%的人，我要干嘛？我认为根本你这个举动是一个叛国的举动。如果我这么定调是叛国举动，你还能活吗？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在2023年的时候，这个人均 GDP 本来一直以是台湾4小龙里面是垫底，我们竟然超越韩国。所以对韩国来讲，他们觉得说，为什么台湾越来越好？为什么台湾？你看这些相关的数字。现在看到这个曲线图，这个曲线图刚刚讲的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它本来是一直往上哦，你会发现从2016年的以后，韩国开始下降，台湾开始上升。那2016年之前什么？2015年你签订了 FDA 之后，没有想到就给台湾能够追上韩国的机会了。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其实还有，当然是半导体科技，还有跟美国这一边的经济上的一个互助。所以显然一件事情，当你韩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中国一个情况之下的话，美中贸易大战不仅一棒打到了中国，也一样连带让你这个韩国真的自此之后变成4小龙经济垫底。好，那另外就是《金融时报》这篇，我觉得非常的让韩国人非常的难过，他们居然在讲说。之前我们讲韩国那叫汉江奇迹，他们居然用封面讲说，这个韩国人是被困住了。那韩国人被困住的这个韩国，你未来还有汉江奇迹吗？是，事实上汉江奇迹讲破了，其实一点都不值钱。什么不值钱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我透过政府的补贴方式补贴大财团，然后让你这些大财团大家富起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。当然，你也就可以让这个韩国的劳工就有一些工作机会。但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，他说过去这几十年来，包括从1970年到1970到2020年左右，他们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，因为你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你的石化业起来了。重工业起来了，所以韩国的经济起来了。在那个1970到2000年左右，他们的 GDP 大概是6.4%，但是从2020年之后，竟然放缓到2.1%。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，从2030年他们预估竟然连1%都不到，降到了0.6%。所以这两相比较之下，而且尤其是什么，就是尹锡悦其实它有一个大破化，大破化就是一个什么人事啊，就是要把这个半导体战争，他们把这个人事，你看到这个部分，你知道吗？他叫这个山一。1剖为2，所以他要做一个所谓的科技重镇，
对，而它科技重镇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要造镇占地1000英亩啊。他说呢，这个整个要丢下4710亿美元，要进行一个半导体的重镇计划。结果每天这样子运，然后每天把这一座山分成2半，4万立方公尺的土，就这样每天运。结果你有现在看到韩国半导体有任何起死回生迹象吗？没有。所以就跟你造镇没关系嘛，半导体重要的是技术，不是你面积的多少。所以由此可见，尹锡悦真的一点都不懂经济。好，那另外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对韩国绝望，是因为韩国过去其实在某些科技上面它是取得一些领导的地位，对，特别是这些大财团、三星这些东西。可是现在有个新的数字来讲，非常可怕，就是说以前韩国在2012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全球大概有120项是优先技术，在这个120项的优先技术里面，韩国在其中的36项，它是取得领先地位，就在世界领先地位里面，它是有领先到。但到了2020年，我本来在120项的优先技术里面，我有36项是世界领先地位。到了2020年，我现在已经降到只剩下4项了，真的是降到只剩下4项，所以让人家觉得触目惊心。右边那个表格更有趣，而且那个标题下的非常的一个惊悚啊。他说我们被中国队打败了，也不是说被台湾打败，是被中国队打败，甚至还垫底哦。他说韩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也就是在能源、生命保健、航太上面，美国当然都第一。刚才讲现在的第4名，以前都是韩国哦，现在全部都变成中国。中国把整个韩国在整个科技上，在能源科技上，在生命科技上，在航太科技上全部打垮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在航太科技上，中国输美国大概5年都可以知道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中国竟然赢韩国3年呢，所以你就知道韩国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这一篇报道就讲到说，哇塞，我没有相信我们韩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竟然被中国弯道超车，而且连最重要的航太这一些领域上，我们竟然输中国这么多年。好，那另外就是讲到2015年在签订 FDA 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让韩国举国欢腾，因为当时他们对中国有非常大的这个贸易顺差，我现在把关税再拿掉，我的顺差应该只会越来越多啊。对。可是最新的数字是，现在韩国对中国是贸易逆差，对，你反而是中国倾销到韩国，而且韩国看起来这个贸易逆差，他想挡都挡不了，这个贸易逆差已经到了300多亿美金了。是我跟你讲，这贸易差到300多亿美金，光从一项产品你就看得出来，哪一项产品其实就钢铁。我们都知道浦项钢铁 POSCO 的这钢铁，其实不锈钢是这个闻名全球哦。而且呢，以前这个非常多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钢铁非常厉害，所以韩国的造船事业也是非常厉害。就没有想到，因为过去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些炼钢、不锈钢的技术，也因为浦项钢铁厂到中国去设厂，把这个技术带到了中国去，中国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之后，中国的钢铁在2023年行销全世界多达9000万公吨，其中竟然有873万公吨是销到韩国去的。销到韩国去的800多万公吨里面，有121万公吨是拿来干嘛？弄来造船。天哪！韩国自己本身的造船的这个事业那么厉害，竟然用中国的钢铁，所以他们讲到说真的是太夸张了。然后就因为这样子，现在连韩国的造船业也垮掉了。对，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那个就是你又知道嘛，你为什么韩国的造船业会去买中国的钢铁？因为便宜，要 cost down。对，便宜到什么地步？他说价格一般来讲便宜10%，如果是6毫米以上厚的这个钢板，甚至便宜到20%。所以钢铁厂就不断的去买中国的钢铁。那我问你，如果说他卖到你这边那么便宜，那中国的自己的造船厂用中国自己的钢铁生产的，是不是更便宜？对。所以现在就变成中国的造船，这个他们卖出来的船也打趴了韩国的这个造船。由此可见，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竞争战真的是把韩国打死了。而且韩国现在可怕的是他不知道，他没有绝招，没有波，你知道？刚刚不是讲吗？你现在不是引进的是有的那个逆差，你逆差等于说你是不断的从中国进来，你根本卖不到中国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到现在还不能制止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他的尖端科技，照理讲还有70%。是流向中国的，是，而且你知道他们就在那边讲啊，他说这种各种方式的流向方式，有的是拍照啦，有的是人直接过去啦，然后有的是怎么样，有的是直接用这边速记啦，然后有的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USB， 对，所以换句话说，因为中国就请全力想方设法用人挖人的各种方式，把你这个技术偷到了中国去，你韩国的那个国家的实力越来越衰退。好，继续，你特别讲到，等会我们看这张照片。这个是有16家韩国的一级企业的社长
全部汇集在一起，他们发表一个紧急声明。而这样的一个画面在9年之前曾经有过。他为什么？他们这些也都是做韩国的大财团，做韩国最有实力的人，他们居然怎么讲？公开说明，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韩国人这么愤怒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尹锡悦要走死下阵，因为尹锡悦真的已经坐困求神了。他们直接讲，韩国的经济陷入了艰难的泥潭里面。为什么这16家的韩国主要企业的社长要出来发表这样的一个公开声明？我们可以看到，里面有包括三星啊、SK 海力士，还有现代汽车以及 LG 这些主要韩国企业的社长啊，还有韩国经纪人协会常务副会长金昌范这些人，全部都出来在2个礼拜前开了这个记者会。他们是忧心说，现在尹锡悦政府你所带领的韩国，可是经济增长的这个动力已经减弱，一直在预测说明年的这个韩国经济增长率能不能顺利保住2%。虽然 INF 是2.5调到2.2，是下调了这个0.3个百分点，可是呢，这些是16大企业的主要这个企业社长就说，能不能实现2%，他们都很担心啊。如果像现在这样的困难持续下去的话，韩国经济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难以摆脱的泥潭啊。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点出来韩国的一个重点。所以《金融时报》就讲，难道汉江袭击已经结束吗？刚才讲的是三星、SK、现代汽车、LG， 这都是大财团，这些都是以中国为市场，大量的倾销到中国，就没有想到你现在居然被中国超越了。刚才讲的《朝鲜日报》就讲，韩国股市的下跌根本原因就是韩国这些产业全部被中国超越了。这些大企业社长讲的话，韩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听？你要知道啊，以2021年来讲，我们知道韩国在2战之后呢，韩国政府大力扶持这个财团，就是所谓的财阀经济，所以他们简直跟韩国的经济命脉是绑在一起。我刚刚说2021年以三星为例啊，它当时它的整个总营收就占韩国的 GDP。多少？18.3%，也就是说，韩国的这个赚的5块钱里面，就有1块钱是三星集团贡献的。那刚刚那16大的这个集团里面，前4大好了，三星、LG 还有现代、SK 海力士，他们这4个联合在一起，就占了韩国 GDP 的48.5%。所以将近50%的 GDP， 你说韩国政府要不要听？可是他们发展的这各个面向，韩国的很多韩国人的生活都跟财阀财团脱不了关系。可是他们赖以为生的这些所谓半导体、显示器、2次电池、无线通信设备、船舶、汽车、钢铁这几个领域都已经被中国超越了。这都是他们的强项。去年他们到今年。唯一能够拿出来说嘴的就是他们的汽车成为他们出口最大宗，可是过去他们还是有钢铁啊。以前韩国在半导体、在显示器、在电池、在无线通讯设备、在船舶、在汽车、在钢铁，都是碾压中国。现在全部都输给中国了。所以啦，他为什么要出来发声明？而且是在9年前那个 MERS 中东呼吸道症候群才曾经出现这样的一个景象之后，再出来再讲，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那个严重性。好，刚刚提到说他们很担心川普2.0上台之后，以后的这个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啊，你看看。韩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已经被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下调了这个0.3，甚至说能够保2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还有专家预测说，搞不好会只跌到1%。如果经济成长率跌到1%，这么惨，韩国真的会很丢脸啊！现在这个韩国总统，这个美国新的总统当选人川普。找了这个经济学家纳瓦罗，再回国去担任美国的这个资深经济跟这个制造顾问啊。川普说，当时他发布这个人事案的时候，他有讲到，纳瓦罗在他的上一任美国总统任期的时候，协助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跟美国的 FTA， 他们当时针对这些不公平的协议就重新进行谈判。那川普上台之后，会不会再去动这些东西呢？会，大概踹了一弹。首先，你看。川普上任之后，扬言会不会砍掉晶片补助？三星跟 SK 海力士，你就要赶快采取行动。尤其是三星，它那个64亿美元晶片法案的补助，到现在还没下来。然后三星的这个第一个厂，它在这个德州，它到现在还没有客户，所以三星当然急啊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故事，刚刚讲到。这次不是说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因为他们去看了华为的手机里面，居然有一个7奈米的晶片，7奈米晶片居然是来自台积电的，所以就要求说台积电你所有的7奈米的所有的晶片不能再到中国去，谁买都不可以。就以为说是台积电受伤吗？没有，现在这个禁令大家都要遵守，遵守了以后，刚才讲了，三星现在非常惨，因为我们的7奈米我们不卖到中国，可以卖到全世界，可是。三星的7奈米，你的良率、你的价格都不能跟我们台积电比，你最后只能卖到哪里？只能卖到中国。现在如果中国不能卖的话，刚刚讲那非常非常糟糕的。所以美国这一纸禁令断供7奈米啊，如果一定要说台积电受伤的话，我认为台积电轻伤。
重伤的是三星，为什么？三星这个7奈米的这个晶片，你要知道有高达5成是卖给自己的，那另外3成呢，它是卖给中国啊。尤其是在去年高通啊，到去年到今年，它转单到台积电之后呢，它能找的中国客户就由这个百度、抖音啊、腾讯这些来补上去。所以呢，如果这3成7奈米的这个美国禁令一下的话，你一下子叫他去找哪些客户来补他这个洞啊？所以三星是不是一下子3成的这个又没有了，营收又不见了？有这么惨？所以啊，才会说这一次断供中国7奈米的这个产能的这个事件啊，恐怕三星会受到最大的冲击啊。好，所以宇轩，现在韩国真的是山雨欲来吗？真的有那种遍地烽火的感觉吗？刚刚讲的，现在老百姓感觉上，我真的是要跟这个总统拼了。当然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看到尹锡悦的民调，想说怎么会高达74%的民众呢，想要把它弹劾掉，甚至呢高达我们讲的6成95%的感觉说，哎，他就是叛国罪。其实他期待有只用叛国罪定掉他了耶。当然，因为所谓的叛国，你必须要追根究底，了解到说所有的民众为什么这么讨厌他。其实这个戒严只是一个引爆点而已，因为所有的民众对于整个南韩我们讲内部的经济状况，刚刚我们已经阐述了，早就已经不满已久。所以你看哦，当这一次戒严的时候呢，成千上万的民众，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吗？跑去了这个各大城市，他们不是示威哦，他们是沉默的抗议。每个人就拿起手上的烛光，有些人是拿手机，有些人是拿灯光，就开始在照，在摇。那他们也没什么声音，也没什么讲话，就是这种沉默的抗议。而他们要抗议什么？就是你说这不是只有在首尔，在很多城市都有。对，他们是我们讲遍地烽火串联起来，而且他们也不讲话，他们只是对着这个总统府哦，是集结走向这个总统府说，我们就是要尹锡悦下台。我们现在受不了了，就是要这个尹锡悦下来。而且宝德哥他们举这个灯光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革命之火的意思。所以代表说现在革命之火。对，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说，你尹锡悦呢，如果再持续给你带下去的话，你已经不是我们大韩民国的总统，你也没资格当我们大韩民国的总统。而且你长期以来的执政，我们大韩民国也不满意嘛。为什么？理由很简单，他等于说呢，把这个经济的出口输送到来之外呢，最主要是司法是最后一根稻草。当时各位还记不记得，他的太太吃香喝辣，对，拿这个迪奥的包包，内线交易赚了盆满锅满，就对比我们一般的老百姓，我们穷的苦哈哈，我们经济不好，结果你过得爽爽，结果就算了。如果有司法上的正义的话呢，我们还没话说。但不好意思哦，当时处理人是谁？就这个监察院院长处理他迪奥的包包，而这个中央地方检察厅的厅长处理他的内线交易案。结果这2个大官。最后面判决金敬熙他怎么样状况都不起诉，对，通通不起诉，而且理由我们讲非常离谱嘛。比如说这个崔在海，他处理就是说，哦好没关系，那你这个包包拿了，但是呢你没有犯意，因为你要退回去了，所以你不算有罪啊。因为你不知道股票，所以说呢你不算炒股。这2个人现在马上被开掉了。其实宝杰哥，原本这2个人哦，2号就应该要开掉了。那2号要开掉，就谁知道莫名其妙他突然间搞了一个戒严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所有事情终止嘛，就到今天一样毫无悬念的，直接在他们的我们讲的议会大楼这边把他就直接开掉。尹锡悦一直要保护他自己，尹锡悦一直要保护他的太太，所以当时刚刚讲的他的太太出现了收迪奥包的事情，居然收这个所谓的内线交易的事情。他就透过他2个心腹，在这个司法上帮你弄了一个护城河，护城河以后就没事，等于说都让你不起诉。可是我们讲的，南韩的国会是有调查权的，南韩的国会是有听证权的，他们是有非常大的弹劾的权利的。就没讲到，你今天把我在司法上挡到了以后，我就用国会的力量，而且在今年4月以后，在野党大概占了3%以上，我就开始步步进逼。步步进逼之后，刚刚讲，我居然是要把监察院长还有首尔地方检察厅的厅长。都是我的对象了，而且宝杰哥，这真的叫鱼死网破。你就知道南韩民风多剽悍，不只是人民走上街头。你想想看哦，今天监察院院长的被弹劾掉，基本上就是下台的意思哦。那这个中央地方检察厅呢，也是下台的意思。但是直到人选递补呢，至少还要半年以上时间。所以换言之，这段期间之内，他们所有的这些法律以及监察系统。都是权力真空的哦，但请问一下，南韩人民在不在意？不在意，不在意，因为我们就是要把这口出去，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就是对你尹锡悦这样做法完全感到不满嘛。而且刚刚讲的，现在他们要把尹锡悦弄下台，不是我只是嘴巴说，我不是只弄了一些灯光，他们现在的最大的工手已经发动了，尹锡悦不下台，我就罢工持续，我的铁道工会也罢工了，我连我的现代汽车也罢工了，而且他们的罢工。是玩真的，对，来，各位，首先这个现代汽车，因为南韩的劳工呢，对于这种罢工事情，其实我们讲常常发生，但这一次他们就是针对尹锡悦而来是说什么呢？各位啊，是由现代汽车底下有一个叫做全国金属劳动组合，他们就说没关系，
我就直接罢工。我现在先跟你讲，我5号、6号罢工。但我跟你讲，你学不下台的，我们只有无限期，我们持续延长下去。而且我每天罢工4个小时，你想想看哦，现代汽车是韩国我们刚才讲的汽车出口是他们唯一现在的一个荣光，等于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产业点。他现在都跟你讲说，我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，我也要跟你罢工。而且不只是这样哦，原本韩国总工会这个是持续在跟政府协商当中的一个单位，他们现在也说我们也响应。我们也不跟你谈了，我们现在呢就是无限期罢工，因为不能认同尹锡悦作为大韩民国的总统，而就连这个铁道工会啊，你要想想看哦，它关乎的是什么？因为你有去过南韩就知道，他们的大众运输系统跟日本一样非常的重要，捷运呢非常的密布。他说没有，我们现在呢也是罢工，而且罢工的状况之下呢，可能什么？我上班巅峰期间呢，我给你降90%，我离峰期间给你降75%，我深夜时段给你降50%，或者会不会有影响？会，你想想看，原本你5分钟就赶着要去公司。他现在就是给你罢工，到时候你可能20分钟了才会来一班车，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们等于就是说，我们用经济作为一个赌注，就是要你尹锡悦马上下台。好，所以吴总，现在全球都在关注你昨天讲的这个地方是牵一发动全身。韩国如果乱了，北韩会不会蠢动？北韩如果蠢动，中国会怎么办？还有你现在的日本现在也提高警觉，美国现在还说，在川普当选之前要派3艘航空母舰来镇守整个亚太地区。现在尹锡悦到底保不保得住这个东西？整个亚太的情势会乱成一团吗？目前第一个哈，因为这个韩国总统的这个戒严的计划失败，但失败之后，紧跟的就是现在在野党要准备要把他弹劾，弹劾他让他下台嘛。但弹劾要成功的可能性呢，目前看起来很低哦。目前在野党没有这个实力嘛，在野党有实力早就把他弹劾掉了嘛。不过今天斗得很凶啊，这第一个。所以我认为说，尹锡悦不会下台，可老百姓这么愤怒，被上街头了。这个他们不关心老百姓，他不关心老百姓。我现在讲一个，我把数字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好不好？在韩国的产业里面，85%啦是财团，85%财团哦。他一年的这个 GDP 是1兆1000多万美金了哈，85%是财团，15%是中小企业。但中小企业占了整个总家数，这个就是公司行号的家数99%哦，99%看到的招牌公司都是中小企业。对，问题它的总产值是国家的15%啊，所以这个国家是谁来决定的？财团，当然是财团。所以每一任总统都搞钱出问题嘛，因为财团一定会收买嘛，这是这个是一定是必然的一个道理。你当总统，财团就在送钱，就是他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恶性循环，开始搞到现在为止。这是第3点呢。所以韩国的产业的基础是靠什么东西？靠重工业、重化工业，包括一些半导体产业、高科技。对，所以它过分集中在这个所谓的造船、钢铁，然后汽车还有包括三星的这些石化，还有半导体、这个 DRAM 这些东西，但那个是大投资的东西了，所以小公司做不来啊。那变成什么情况呢？等下第4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它有20%的进出口依赖中国，第1大是中国，对，第2大是美国，美国11%，差这么多，然后欧洲9%。我觉得你就知道排序下来，美国加欧洲才跟它中国一样嘛，所以它脱离不了中国，所以它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啊。问题是中国现在也就拿它也没用啊，为什么？中国现在需要什么？中国需要高科技，要半导体啊。那你的半导体帮不了我忙啊。然后你汽车方面来讲的话，南韩需要中国的电池啊，但结果成品市场2个要拼啊。对。那造船呢来讲的话，现在中国第1名呢，对，现在韩国第2名呢，日本第3名嘛。所以我要讲的这个整个产业结构上呢，原来还可以和平相处，但是美国川普出来之后干起来了。川普一干很简单啊，川普在11月7号打电话给尹锡悦嘛，跟他打电话11月7号嘛，2个人讲了12分钟电话，很长非常长讲什么你知道吗？讲什么？讲重点。要跟韩国的造船业合作，所以韩国的造船业大宇造船，还有三星造船，对，这些大的现代造船，通通要去美国投资啊！那开玩笑，因为美国的造船业全部崩盘了嘛。对，刚刚这慧珍讲得很对啊，他的造船的钢铁跟中国买的嘛。对，然后他买来以后，他做的船是世界第1大、第2大的产量。
产量，那你知道美国下来要做什么船？不过这军舰啊，这军舰怎么办啊？这军舰不可能拿中国的钢板嘛，对，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做整合嘛，所以日后的美国、韩国、日本的合作的军舰的造船的产量要在美国生产，这个部分。川普打电话给尹锡悦，自己本人打电话要来当选，要就任以后要谈美韩的造船合作，就把中国丢掉了，然后马上就造新的军舰对付谁？对付中国，对付中国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他这个里面有个战略的位置关系啊，他在电话里面就已经确定我们两个干这个事情，对，所以我都怀疑是不是川普鼓励他去搞政变啊。我他妈那莫名其妙一个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对好，所以说到现在，我现在讲整个产业的结构，你就知道，所以韩国一定要转型。那韩国的当时的它的整个壮大起来是靠什么？它目前靠什么？都是靠重工业嘛。那靠重工业，它的这个成长出口成长输给台湾嘛。台湾靠什么？他们靠高科技、半导体等等嘛。所以韩国确实现在遭遇到一个产业的瓶颈，最麻烦的就是什么？财团，财团业没有办法发展嘛。我们是靠中小企业嘛，对，所以我们两国就韩国跟台湾优势不一样，台湾灵活嘛，台湾的发展创新能力很强，韩国现在没有财团，所以搞了半天，它那里面每天就要靠中国，对，因为中国是硬邦邦的有订单嘛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上的调整，确实有瓶颈，但这个瓶颈它也没有选项，为什么？它不靠美国不行啊，它也一定要靠着美国跟中国干啊，然后干北韩啊。所以另外一点，为什么我一直怀疑说这次他搞这个尹锡悦的戒严，搞戒严啊，是美国同意的嘛？那我就在想说，他为什么搞这个戒严？那么笨的事情，他干什么呢？那你认为他很笨吗？我不知道。当总统不会比我们聪明嘛？但为什么要搞戒严？他戒严目的是干什么？戒严的目的很简单嘛，抓人嘛，抓谁啊？抓共匪啊，抓匪谍啊，抓间谍嘛。间谍在哪里？在国会嘛。啊，抓完间谍会怎么样？抓完间谍，那个金小胖就跳起来了嘛。所以他是打了，他本来准备不是要戒严的，所以这个算盘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他是打仗的嘛，他是要准备闹事去干北韩的嘛。那为什么3艘航空母舰来干什么？对，就知道他要去干北韩，准备跟你大干一场。北韩现在北韩为什么到今天为止，北韩有没有回应？没有，非常安静。金宇镇的个性会这样子吗？不会，当天就骂你了，把你祖宗八代全部骂一顿了，对不对？北韩的态度很暧昧，不是一点不暧昧，他现在知道会挨打，会挨打，我不要跟你打。所以尹锡悦是本来想打仗的，本来是他怎么会以这个怎么会吵个架，在那个国会闹这样的目的呢？他国防部出来就是要准备抓人的嘛，军管抓人打北韩，那怎么会闹这个乌龙呢？那乌龙是另外一回事，技术不好，大家都乌龙。我问你嘛，如果打仗成功的话，他成功没有？在他这边战时总统啊，他屌得很啊，民调马上恢复了嘛，民调恢复90%，我跟你保证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他想学以色列的纳坦雅胡，他当然是了，大家都在学纳坦雅胡，大家都在学川普，我都认为是美国人搞不好背后鼓励他的嘛。你看那美国国防部也出来谴责他吗？也没有啊！你看干完之后，国防部长走人了啊！现在每天吵得不得了。我跟你讲，吵这些铁道工会是谁的人？左派的嘛，都是财团养的、啊，他根本不鸟这些人啊，他不会有事的，他继续干总统。你说尹锡悦不会有事？当然不会有事啊，屁事没有啊！他怎么会这个没有美国同意，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啊，绝对不可能啊！可是韩国人上街头很凶的，当然那个没有用，那都是员工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他左派有基本盘，我们民进党每次一游行都青鸟啊，对，青鸟凶不凶啊？凶3万个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一打架跑光光了，不是这样子吗？这孬得很啊！我跟你讲，都是演员，都是临时演员教训教出的。韩国比我们更多临时演员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整个事情你现在讲，所以第一个韩国经济困难完蛋，真的经济转型要跟着美国走，没有选项。第二个，韩国的军事政策没话讲，跟着美国走，就不是美国走，他打北韩，打北韩，北韩他不打北韩，北韩已经在俄乌战场闹事了嘛，这把火压不住的话，怎么谈判嘛？
现在已经传出来一个新的消息，你知道吗？乌克兰是实在生产最大铀的铀矿最多的最大的国家，他把矿源整个抵押给美国了，美国准备干这个东西了，开始开当铺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局势在变化，我们不要看表面，很多事情一两天都有新的消息出来。那这个小子不要他土包子，他会继续干到任期结束。